哎，大家伙早喽！5月2号星期四清晨5点47，我在大阪的京桥车站，准备要出发了，一路向那边，看着导航直接去京都。因为要看路，可能会半跑半走，不会太快。为什么今天有这么个行程呢？是因为看，挺漂亮的哈。匹克的 UP30 Elite， 这鞋一叫 Elite 就有点意思。今天主要是测试这双鞋在长距离之后的衰减的表现，看看有没有说的那么的不一样。因为我之前穿这双鞋最多跑过18公里，还有昨天的5个1公里的间歇强度。今天怎么测试衰减呢？今天这个路程差不多是一个全程马拉松，我会在10公里、20公里、30公里或者更精细的公里处跟大家聊一聊这双鞋的感受，好吗？像现在我还没起跑的时候，这双鞋就像我刚才说的，在正常的训练、常规训练，我的10几公里或者半马或者是强度课的时候，一开始给的推进力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他强调的对脚踝压力的减小，或者说对脚踝能力要求的降低，又能驾驭碳板鞋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我不是脚踝受伤了吗？就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好，但是穿上这个以后，就感觉确实是脚踝不那么的累了。好吧，那我们就出发。今天是个好天气，连续阴天了好几天。虽然现在跑得慢，跟比赛比，但是我平常基本上就是这样落地。就这双鞋，你看我前脚掌落地这一下，感觉就是踩在了一块密度特别大的海绵上，感觉很奇妙。我几乎没有穿过这种感觉的鞋，我猜这也是它对踝关节就要求不高的原因之一，就是一落地就起来了。因为怎么说呢，像踝关节内侧我受伤这地方，大部分时候是因为有那种落地以后，虽然你鞋都已经着地了，但是你的脚有一个外翻的趋势，而它在落地一下就给到这个力，就让这个趋势效果不那么明显，这影响不那么明显。虽然我现在跑得不快，但是其实我几乎是后脚掌不发力的，可能就是就碰到了地。但是如果像普通人慢跑这样，你们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感觉呢，就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就能感觉到更多中底，就更多脚中后侧的中底给的那种感觉，就像一大块密度特别大的海绵，然后夹杂着碳板。现在跑了2公里多，感觉还可以。我平时训练和比赛几乎都是穿碳板鞋，并且各种风格的碳板鞋也都穿过。碳板的形状、形式、薄厚、强弱，确实会对一双鞋底的表现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比方说，薄一点、软一点的碳板，就肯定要比厚一点、硬一点的碳板劲儿小。其实现在引领跑鞋革命最早是中底的发泡技术，发泡技术就是怎么做出更轻、衰减更小、回弹更大、缓震更好的材料。这两者的配合，再加上这双鞋本身的前后掌的设计，是一双碳板鞋的关键。我刚刚跑过10公里，这双鞋现在跑过10公里，感觉和刚开始跑的时候还没有区别，这还是依然有动力。但是，一般其实10公里还不能完全体现出衰减，所以呢，我才一开始说我们每隔几公里或者每隔10公里，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场的体验。一般一部分小伙伴平常的训练就是10公里、10多公里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如果是这个训练量的小伙伴，这双鞋您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后边的衰减也不重要，可以一会儿再看一看。
如果想穿着它比赛，那您把这部视频看完好吗？已经离开了河边，进到了又一个城市，又看见了好多汽车，路标已经有京都的方向了，马上就20公里，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感受。像自己跑这种又得找路，刚才发生了导航我跑错了的事情，确实是比比赛累。但是呢，这双鞋到现在给我的感觉和刚开始跑的时候差别不大。但是我的判断是，就我现在的体力可能已经损失了3成到4成，就是跟起跑的时候这体力如果是100%的话，就我已经做不到那种很轻盈的那种体感了。但是现在依旧是刚才我的起跑的时候跟大家分享那种感觉，就是来自这双鞋前掌外侧的一种其他鞋我几乎没有体会过的那种感觉，是很明显的。目前还没有到谈衰减的时候，还没有感受到衰减。还买了瓶水，那我们就继续，还有200米就20公里了，20公里了。我今天的逻辑是，无论是去卫生间还是像刚才买水，我都不停表。所以虽然现在平均速度告诉我是5分15，但是应该在5分以内。现在这双鞋仍然有比较澎湃的动力，所以跑半马的小伙伴们不用担心了。这双鞋我的判断是，半马比赛冲到结尾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像我之前穿 Vaporfly， 会感觉半马跑到17公里之后，会感觉觉得鞋底比开始薄了。不过严谨的说，我这个半马和半马比赛的半马，我的强度不一样，所以我的疲劳程度呢，可能像跑半马的时候到16公里的疲劳程度差不多。就是这种跑得慢和跑得快是2种不一样的疲劳。我们一会儿再远一点再说。哎，小伙伴们，已经马上30公里了。说实话，我有点累。20公里不到的时候喝了一次水。现在这双鞋大概是什么感觉呢？其实和我之前穿160X 3.0 Pro 的时候差不多，但是比那双鞋在30公里的表现呢，前掌要好一些。就还是我说的那个感觉，前掌仍然不觉得底儿薄。就衰减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体力下降导致你没劲儿了，另一方面呢就是鞋。体力这个事儿呢，没办法，谁也救不了自己。但是鞋这个呢，可以从技术上，或者从它的就是设计的那个鞋底儿的形状上，怎么样去尽量弥补。目前的感觉，这双鞋还是没问题，符合30公里的预期。就是我在知道它主打这个的时候，是符合30公里的预期的。在30公里的时候，它的衰减表现是优于 Vaporfly 系列的。30公里了。哎，小伙伴们，32公里了。要是比赛的话，就是真正的马拉松开始了。我都跑了2小时46分钟了。也就是说，如果比赛这时候已经跑完了。哎，小伙伴们，跑在了鸭川的边上了，快要到了。现在已经39公里了。
首先，这双鞋从透气和散热上表现不错，因为现在你看一直这个大太阳，没有阴凉。我穿的是一双厚袜子，就还没有找出夏季的薄袜子，是一双春秋穿的袜子，但是感觉很不错，也没有磨脚，然后整个和前掌脚底的那种契合感和刚起跑的时候没什么区别。这双鞋在你累的时候呢，还是能感受到鞋底有那种，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踩那种硬海绵的那种回弹，能帮你不自觉的继续用力。这边就是压穿，但是沿这种河堤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路了。现在我一步冤枉路都不想跑了。像今天这种成绩，虽然我大概有半个多小时都耽误在找路、买水、等红绿灯上了，但是对我来说依旧是比较慢的。我跑到现在依然是几乎是前脚掌落地和发力，我的脚踝一点事儿都没有，到现在就受伤的地方。这是受伤以后第一次跑这么长。不，这是个滑板场，所以我还是挺开心的。至于衰减嘛，依然在我的预期之内，就是听了商家的介绍之后的预期之内。我觉得这双鞋的抗衰减能力在主流的就是竞速鞋各个品牌的这里边，如果排名的话算是很靠前的。当然了，阿尔法 Fly 我没有穿过这么长，因为它磨脚，对我来说。如果是 Vaporfly 就肯定不行了。那个 Edge SX 那个新的，我穿着跑过20多公里。那双鞋呢？那双鞋的就是抗衰减做的，我觉得一般，因为它不是这种回弹，它是那种就啪啪啪啪的。越是这种鞋，可能到累了以后呢，就越容易累。40公里了，你看刚才这公里找路啊、停啊、跑错呀，又用了5分多钟，还是不对。你看又跑错了，嘿。行，感觉很满意这双鞋，因为已经40公里了。总体来说，这双鞋的支撑与回弹设计的比较好，跑起来对脚踝压力小，并且速度感不错。30公里后的衰减不明显，整体感觉跑起来比较流畅，是一双不错的马拉松比赛鞋。这双鞋的不足是它的重量，在竞速鞋里不算是轻的，鞋面的材料有一点点硬。我觉得这双鞋比较适合全马成绩在3小时左右的小伙伴参赛和日常速度训练穿。对于碳板鞋呢，我还是我之前那个观点，没有一个速度和能力的界限来划分您是不是能穿碳板鞋。我认为跑多快、跑多慢都可以穿，并且碳板鞋是可以帮助您去提高成绩的。大家可以多尝试，在不同阶段找到适合您当下跑步水平能力的鞋。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回再见。